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MadeWorks 的小江老师。那这一集呢，我们要录什么呢？这一集呢，我们要录上次我们去百事啦，不是拿去电镀吗？那电镀完以后呢，虽然有一些这个很漂亮的金色拿回来，有 K 金色，有黄金色，可是呢，自己也很想知道说，如果这种电镀色拿回家喷涂会是什么样子？所以这一集我们要录的就是自己喷电镀色。那至于会喷出什么样子呢？等一下我们把它看下去。我到现在其实我也不知道。我会测试这个漆的起源呢，是因为当时我们为了做这个摆饰，我已经把市面上所有的金色都买回来，就是不管你是什么盖亚啦、俊士啊，或者是田宫啊，其实我都买了。那回来喷涂以后呢，其实基本上发现两个状况，就是它要么不是银底漆，要么就是金底漆。那最终呈现的这个效果呢，离我想要的还是差一点点，所以我就开始对电镀漆这件事情产生了很大的兴趣，因为我觉得电镀漆它那个银色出来的那个绵密的那个质感，看不到银粉，然后上面堆叠出来的那种透明色的金是最漂亮的。我就联络了玉电馆的老板，问他说有没有办法供给这种很漂亮的这种颜料，然后让我们以后不管是代工啊、做作品啊，都可以喷出心里面想要的那个金色，所以就这么开始了。那第一个部分呢，我们就会做试喷，那试喷在汤匙上啊、零件上啊，各种不同的喷涂。第二个部分呢，就是我们会去观察电镀漆喷在不同的表面处理上会是怎么样。第三个部分呢，我们就教你们怎么做不同的表面处理，那对这个结果的影响。所以基本上会分3个 part。在正式进入喷涂之前呢，我们要准备很多的工具。首先最重要的呢，你一定要准备这一条手帕。为什么？大家如果有看上一集就知道，这个尊爵不凡的象征。第二个呢，我们要准备这个围脖子的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小江老师钙化性肌腱炎，所以等一下喷漆的时候会一直低头，这个要带着。再来呢，你要准备这个试喷的汤匙。我现在喷漆啊，通常我都用2把，那一把是我们 MAD 的喷笔，它可以来喷锂漆啊、金属漆啊，它其实什么都可以喷啊。但是我们也买了很多很好的笔嘛，那我现在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HPCR3的这个伊瓦塔，开大枪的这个雾化效果非常的舒服，所以我现在基本上是这2支配着用。再来呢，就是你喷漆的时候一定要戴这个口罩。经过我的测试啊，我觉得这个玉电馆的这个漆呢，它基本上就是跟硝基漆的特性是比较像的。无论你喷哪一个牌子的硝基漆，或者是你喷漆，都要预防这个气味跟粉末，所以防毒面具一定要戴。要戴眼镜才看得到。太胖了。再来呢，大家有看到我会准备这个耳机啊，大家都知道我买了一台 CPL 那个很厉害的那个抽风机，那它的抽风效果真的很好，所以我会挑一首喜欢的歌，然后听耳机。OK， 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就直接试喷看看玉电馆的电镀漆。我会先喷在这个汤匙上面给大家看一下效果，然后再喷在零件上，还有喷在这个车子上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喷这个电镀银，它这一款是不需要稀释的，可是通常呢，我还是会让颜料均匀一点，所以我会加一点这个小钢珠进去，然后把它摇均匀。这边气压呢，大概是调到1.5左右。那就是你喷在手上，就是不会觉得太强，然后喷上去呢，就是这样叠过去，基本上距离不要太远，然后先薄薄的一层就好了。那大家可以看到，大约20秒到30秒呢，它就会从一个我们看到一个雾银的状况呢，变成一个电镀银。然后这个时候你已经可以反射看到自己在汤匙里面，喷在汤匙上的效果就大概是这个样子。可是你不要喷太厚，喷太厚的话，它也会变得没那么漂亮。
那经过汤匙的测试呢，就是每一个汤匙都会变成电镀银嘛。我们现在就很有信心要来喷零件了，那我们就来试喷看看。我们一样等了1-2分钟，怎么不会变？这个状况看起来等一辈子都不会变的。难道我们是被骗了吗？刚刚的那个反应非常的奇怪，所以我们来做一下简单的实验。我找一台报废的法拉利，好，我们来整台喷上去这个电镀银，看会发生什么事情。透过刚刚的画面呢，可以看到我们喷在汤匙上的时候，它会完全变成电镀银。可是我们喷在这个零件上的时候呢，你等一辈子它都不会变。所以我们又喷在这个整台车子上面，在车子上不同的位置，譬如说你看引擎盖，它就会是有点变电镀面，可是镜子的部分呢，却又完全的变成镜面电镀，盖子上又差一点。那整个地台呢又变雾银。透过这件事情呢，我们就知道，当这个电镀银喷在不同的表面质感上的时候呢，它所呈现出来的效果就会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这个观察呢，我们也发现，如果你是玻璃镜面，那喷出来的就是电镀镜面；那你如果是镜面烤漆，喷出来的就是一般的镜面电镀，当然没有玻璃那么好。可是如果你的底是雾的，那你喷出来就会是雾银。那大家会想说，是不是所有的电镀银都是这个样子？不一定，有些电镀银我试过的牌子呢，就是即便你做到镜面处理了，喷出来的电镀仍然没有办法达到镜面。所以为什么我对这一款特别满意？就是这款是我测试你表面处理的怎么样，你做完大概就是怎么样。刚刚跟各位提到的，除了表面的这个质感不同，譬如说玻璃镜面或者是雾面的表面，另外你要注意一件事情，就是在喷这个电镀银的时候，喷得越厚，那它的这个电镀的这个镜面效果会变差。所以我们只要适当的薄喷一层，然后达到饱和，它就自己慢慢变镜面。那你如果喷太多，就会越雾。既然我们已经知道说，如果你的表面是镜面，或者是比较有光泽的情况下，越能呈现这种电镀的效果，那么我们怎么把这种一般的零件做出有一层油油亮亮的那种感觉，才有那种电镀感？比较简单而且成功率极高，但是不到完美的这种做法，就是你可以薄喷这个光泽的这个透明漆。它这罐是 TP000，你干了一层，然后大概等个8个小时，或者说你有烘干可以快一点，再去喷下一层。反正让它有个2-3层的厚度，基本上你就可以做出汤匙的那种薄薄的那种光亮感。那你如果觉得不够呢，你就可以用这种冷烤漆加硬化剂。那冷烤漆加硬化剂呢，它的这个厚度呢，就会有点像有一层透明的这个亚克力树脂。那个硬化剂你一次不要整罐调下去，因为它这个用过了，它就会慢慢的硬化。只要你调和以后，就会慢慢硬化。所以你看这个在倒的时候，有点像那种果冻的那种感觉。好，所以你就是调你刚好要用的量，那多余的它就是会硬掉。冷烤漆其实就是精油，这个只是我们猜测啦，就是说理论上做的跟汤匙一样，就会这么亮。那我们现在就试看看这些是不是真的会这个样子。假设说你没有亮光漆，你也不想喷漆，那透过我们用研磨膏直接抛光，那你可以看到，其实现在上面也是比较亮的，就是有反射的一个效果。我们也想测试看看，假设这个东西上面没有亮光漆，是不是一样用抛的也可以做出类似电镀的效果？我们怕等一下有那个研磨剂残留，所以我们先用这个酒精布，先稍微把它擦拭一下，确保等一下表面是干净的，才可以做一个比较正确的比对。那另外一个测试呢，我们会用一个没有喷过亮光漆的这个零件，然后这个是喷过亮光漆，那这个呢是喷完亮光漆以后呢，再经过抛光的零件。
那我也蛮期待这个到底会呈现什么样的结果。那这个框架呢，跟这个零件呢，就是喷过精油的零件，也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冷烤漆。那大家可以看到有喷冷烤漆，因为它的硬化剂厚度比较厚，所以你很明显感觉，好像有一层薄膜或者是这种静止的感觉，已经在这个零件上面。但是通常这种零件呢，它多少伴随着一点点的这种橘皮啊，所以如果你要很完美的话，最好是要抛一下再来喷电镀，直接用粗中细。但是如果橘皮比较严重，你就可以用这个纱布，然后接平幕，然后再接粗中细。那这个平幕呢，就是来消这个3000号的这个磨痕。好，那我们先试看看。其实一磨下去这种颗粒感就跑出来了。就是虽然它表面是亮的，但是其实它有很多细小的粒子。这个时候3000号已经磨不掉，我们要降到这个大概是2000号的纱布，要把这个颗粒感磨掉，等一下抛的才会漂亮。有经过2000号跟3000号的纱布研磨，建议最好是用平幕去处理一下。平幕是比粗木还要粗一点，那它的功能就是在缓和3000号的这个磨痕。然后呢，一样就这个海绵轮，你先把它稍微均匀的磨一下，然后速度一样不要开太高。那刚刚大家看到那个零件虽然已经雾掉了，有没有？只要你用这个屏幕再打一下，你看零件又开始变亮了啊！那透过这个屏幕的抛光，各位可以看到，刚刚已经暗掉的面了，现在又亮回来了。可是现在大概是落在2、3千号的这种表面状况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还是依照这个粗中细的顺序来把它抛完。那这边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，这个部分我们就直接抛，就不录了。那在喷精油的时候呢，多多少少一定会有那种边缘垂流，然后或者是鸡漆啊，又或者是说橘皮啊，甚至是一些小毛细孔，像我们刚才在处理，大家都有看到。如果你很有耐心的用手这样平木、粗木、中木、细木磨完，磨一个零件可能就1天就过了。那我们这里都是用电动工具。那其实有了电动工具的搭配，你可以很快的处理完这些镜面。那我们先喷一个这个一样没有处理过亮光漆的，然后这个是有喷过亮光漆的，我们来试一下。这个呢是有做到极细抛光的，看看效果会不会更好一点。透过这么长的一个测试呢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些测试的结果是怎么样。那首先呢，有抛光跟没有抛光，这个影响呢，它是比较小的，就是说你一样会变亮，但是如果你的零件上面完全没有透明漆的话，它的效果会比较差一点。再来的这个部分呢，就是假设你的零件完全没有上亮光漆，跟上了2-3层亮光漆，可以非常清楚的分辨出，你看这个是雾影，然后这个会变电镀影。而且是完全电镀。那比较让我吃惊的是说，当你已经做了2-3层亮光漆，结果去抛光，那抛光它的镜面的这个表面纹理应该比这个纯亮光的好。可是呢，在我们抛光的时候会少掉大约将近一小层的透明漆，这个时候它的厚度没有前面那一个这么厚。那虽然它达到了一个镜面的表面纹理，可是它的镜面电镀效果却比这个有厚度的这个来得差一点。所以在这个阶段呢，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结论，就是当你的这个亚克力树脂的透明层厚度越厚，
它所呈现出来的镜面电镀效果最好。那怎么样达到一个最完美的？就是你喷的够厚，再把它磨得够镜面，就会像这个头盔，它呈现出的就是镜面电镀头盔。然后大家等一下也可以看这个框架，它已经完全的电镀感，就是连这个平面的这个盾牌啊，都已经变电镀了。这就是喷了够厚的精油，可是什么都没有处理，那你连这些收缩孔啊，都还是看得到。这边我们也用了它的这个关节来测试，确实可以喷到反射，镜面反射。你只要喷2到3层透明漆，或者是喷1层精油，或者是只是喷薄薄1层透明漆，它都会随着这个厚度的变化，电镀的这种感觉就会一直增加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一个简单的测试电镀的一个结果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其实我们做模型追求的是一种质感，不见得你每一个地方都要做成电镀面，只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个需求是想要把它做成电镀黄金啊，或者是那种很艳的红啊，很艳的蓝啊，像那种法拉利的那种跑车。那像这种引擎啊，有时候外面只是烤漆啊，或者是说一般的金属做的，它也没有送去电镀。那这样子的银色呢，其实也是符合它真实的样子。那所以说，它同一罐电镀银，它可以针对你的不同的底漆有各种不同的效果，那就看你要表现的是什么样的质感。那至少我们今天真的研究发现，反正喷上一层冷烤漆，就是喷上一层精油，你爱怎么电镀感，就有多重的电镀感。这个对我之后做模型有很大的帮助，因为当我某些地方要呈现这种特殊质感，而且是完美的镜面电镀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怎么处理了。那今天也分享这个小技巧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但是我发现这个排气管喷太厚了，然后我这样这一集做完啊，我发现第一个我们要先把收缩无缝做掉，对，就是先把瑕疵做掉，塑胶的表面瑕疵。然后第二个呢，我们再来就是喷上亮光漆以后，或者是喷上精油，它一定会有一些小瑕疵啊，什么麻面啊、垂柳，然后第二步就是要在足够的厚度下做镜面抛光，然后第三步再喷上刚好厚度的电镀，然后就才有办法做出一个这个完美的电镀镜面。所以真的要练，这个真的是挑战极致手工的工艺。可是如果整台你都可以做到这么完美，我觉得这个作品一定很恐怖。是啊，你来挑战看看吧。我不要，太累了，交给我们的网友。对，挑战。我们期待看看有没有某一个网友会做出这么惊人的作品。这个零件放在这里，你不要去摸它，你都以为它是真的金属做的。不然真的有网友做出来，我们就给他来一个 NAD 专访，请他来。你有在录啊？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看谁做出来，我们来把它找来录看看，是谁可以做到这么极致。